said it was the last time, but you keep coming back to tell me. Hello， 大家好，我是伊燕，又到了1年1度换手账的日子。今年我在 Black Friday 的时候，从美国 Amazon 买了这一本蛮多外国人都有用过的 Scribbles That Matter。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开箱这一本笔记本吧。本来我也有在考虑 Archer & Olive 的笔记本，但 Amazon 没有卖，为了凑其他东西的运费，我就选了这一本了。这一次我是选了 A5 的尺寸，价格是 25.97 美元，在 Black Friday 里面没有任何的额外折扣。相比起其他我用过的笔记本，真的有点小贵。相信有看过其他国外 Bullet Journal 影片的大家也会对这一本笔记本有印象，因为它的款式非常的特别，它们有不少的颜色可以选择，而树皮和绑带是走比较跳通的路线，但说实在有很多的颜色搭配都不在我的审美点上。本来最想买的是 Burgundy 这一款酒红色，但它没有货，我就只好选我还可以接受的这一款 Teal。他们在包装设计上非常的用心，他用了一个布满涂鸦的纸盒装着笔记本，但这一本笔记本实在是美得让人舍不得丢掉，可是留着又没有什么用，而且每一次把它拿出来都有点难，因为纸盒都会把笔记本的外皮给吸住，要用倒的才比较容易拿出来。算了，我们来讲笔记本本体吧。它的外皮非常的厚实，感觉是用人工皮包着硬卡纸做的，图案是用刻的刻上去，线条都是凹进去的，非常的有质感。在做子弹笔记想不到主题的时候，可以在这些图案里面寻找灵感。书背也是用刻的写的品牌名，封底也是布满了小涂鸦，在边边用扭钉固定住了一个笔叉，还挂着一支他们家出的带针笔。这一支笔还蛮好写的，墨水非常的显色，非常的黑。笔身做成了三角形，不会在桌上滚动，但因为笔身的设计以及它没有止滑笔窝，我觉得不太适合长时间的书写。另外，松紧带跟笔叉的颜色是一样的，有了这一条松紧带，就不怕笔记本会在包包里面因为摇晃而打开，可以保护好笔记本内页的纸张。但它有个问题，就是松紧带会在外皮上留下压痕。我第一次把笔记本打开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些蛮明显的压痕了。完美主义者用起来就会比较难过一点，因为每一次关起笔记本的时候，都需要把松紧带对回原本的位置。而笔记本也是有附了2根书签带，在用笔记本的时候有书签带，真的是方便很多。我们一起来看看笔记本里面如何吧。一打开第一页是空白的页面，最下方写着 Scribbles That Matters A5 点阵笔记本，而右边就用 brush 字写着 Starry Night， 是梵高最有名的那一幅星夜，虽然有点意义不明，但还蛮好看的。下面就有几列的点阵，应该是给使用者写上自己的名字用的。在下面就有个地方让你可以写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还有什么时候结束使用这一本笔记本。而最下方就用非常小的字写着，以防毁掉你的新笔记，在最后的 pen test 上试写你所有的笔。虽然他不说我也会这样做，但不得不说真的非常贴心。这一页的纸是非常非常厚的卡纸材质，但它会一直自己弹起来。在写这一页的时候，我会建议用个夹子夹住。下一页是符号页，它是已经写好标题还有表格给用家，而且还分出了符号码还有颜色码，让用家可以有更明确的分类。但对于我这一种想要自己发挥创意去做自己符号页的人来说，反而有点多余，又要我去做更多的事情把这一页遮盖掉。而右边是目录页，也是已经帮你做好标题还有表格的，总共就有3页。最后它就有预留1页给用家做一个 pen test， 右边这一边就写着一个 mindfulness， 下面有一段说明以及横线，是用来给我们在写完一整本笔记本之后，从第一页翻阅回我们写下过的内容，做一个过去所学习到的照镜，看看自己有什么成长，写下过去这一段时间的感受，非常感性的一页，我很喜欢这个概念。最后的这一页就布满了涂鸦，有一个口袋可以让用家放东西，可以放一些贴纸或是素材等等。到了内页的部分，它每一页都有用一个比较大的点来标示出中间点，上下左右4边也有用横线来标示出中间点。
这样画框或者是表格都可以变得很方便了，不再需要一直加减乘除来做表格。它的点阵是浅灰色点点，不知道是我看习惯了 MD 笔记本的浅蓝色，还是这一本笔记本的真的有点偏大颗，我总觉得它的点点超级明显。我喜欢用点阵，就是因为点阵一般看上去都很隐形，不仔细看的话会以为是空白纸，但这一本的点阵从远处看就看到很明显的点点，真的蛮碍眼的。而它的钉装也是可以毫无难度的平摊打开，而且因为它的坚固硬皮外壳，在书写最前的几页还有最后的那几页也不会凹下去，整个书写体验都非常的好。但纸张裁切的不是很好，纸张边缘都会有一点刮手，还好EM双手做的比较多粗活，不太会刮伤。但如果你的双手比较肉嫩的话，在使用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不要受伤。而到了我最重视的纸质，它纸的颜色是那种很白很白的那种纯白色，可能有些人会觉得用起来比较刺眼，但我个人觉得白一点的纸拍照会比较好看一点。它是用160克的无酸纸，每一张纸都非常的厚，而且受水能力都很不错。我在 Pentest 这一页上试了各种带针笔、书写笔还有水笔，全部都没有渗墨的问题出现。会在我 MD 笔记本中渗墨的 Pilot 异材质用的 Multiball 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纸张很厚，它一点点透液的问题都没有，而它在软头笔的表现也非常的优秀。在我所有的笔记本中都会渗墨的 Pilot 顺笔，在这里除了不渗墨之外，更完全的不透液。而到了我最爱用的水彩，我分别试了用留白液，加了很多很多的水，用正常小量的水，还有喷溅的方式来上水彩。它在留白液这一边的表现不太好，擦掉留白液之后，纸上起毛了，摸上去也可以感受得到纸受伤了。而用了很多很多水的这一边也渗墨透液的，但用正常水量还有喷溅的这一边就完全没有问题。之后在使用上可能就尽量避免用留白液，以及不要作死的用太多的水，都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而用过水彩之后，它的边缘也有点重，但也是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的。这一本 Scribbles That Matters 的纸张真的是非常的厚，抗渗墨以及透液的能力也比 MD 笔记本要优秀很多。但由于每一张纸都非常厚，外皮又很厚实，这让整本笔记本变得非常非常的厚重。它的页数并没有很多，只有153页内页，却比 MD 笔记本来的厚还有重。另外，虽然它有这么优秀的抗透液能力，但纸质是那种会吸进墨水的那种纸，在用浅色系的笔或者是软头笔的时候会有积墨的问题，就是在下笔还有结束的地方都会比较深色，如果大面积上色更会有不平均的问题。除此之外，这纸质真的十分不错，对得起它的价格了。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一次买的笔记本真的很不错，主要是它很不透液，很适合我这一种会在子弹笔记上乱画的人。但也有一点遗憾，点阵的点真的有点太大颗，裁切技术也有点差，然后笔记本很重等等。但这也不是真的很大的问题啦，最大的问题是我最喜欢的酒红色到剪片的这一天都还是缺货中。喜欢笔记本不会透液的完美主义者们真的可以考虑看看这一本笔记本，我个人就真的还蛮喜欢它的。那今天的笔记本开箱就到这一边结束咯。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按赞、留言，也不要忘了追踪我的 IG 还有 FB 哦。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拜拜。